从外人的角度看，可能很容易察觉出不健康的恋情，无论是浪漫的还是柏拉图式的。可能会有小伙伴想知道，为什么上述恋情的受害者会留下来，或者会回头，可能很容易归咎于受害者选择了施虐者而非求助。但要离开并不容易，且还涉及到回吸。是的，回吸，不是踌躇。啥是回吸？吸尘器的品牌吗？自恋式回吸是指把一个人重新吸回到不健康、有毒和破坏性关系中的技巧。我们做这支影片是为了帮助大家区分真爱与回吸。回吸不是爱，而是一种控制手段，能更早识别出这些迹象，然后离开这段关系。如果有小伙伴已经历过类似的事，希望能帮助大家透过表面看到本质，并有助于康复过程。你不是一个人，这支影片就来说说6个表明生活中有回吸人的迹象。空口说白话，回吸可以从承诺变得更好开始，修复关系中所有错误。朋友、同事、重要的另一半可能会承诺更加努力来挽救你们仅存的关系，但当他们不履行诺言或完全忘记诺言时，可以被认为是回吸。他们说服你再多待一会儿，让你的情绪起伏不定。心理学家苏珊·阿尔伯斯说，这就像是过山车，对于被回吸的人来说，因为从非常失望到得到想要的一切，这个承诺令人兴奋，然后它很快就消失了。它可能令人困惑，让人感到被操纵、脆弱以及沮丧，甚至愤怒，因为某人的空头承诺最近让自己有了这种感觉。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你会发现你并不孤单。不间断的联系，为了让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，自恋者会经常主动尝试开始对话，可能像询问你的一天，但如果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势不可挡，就成回吸迹象了。他们故意想闯入你的生活，无论你喜欢与否，这可能都很难。但在这种情况下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联系，屏蔽他们的号码，尽自己所能限制和他们之间的沟通。作为回应，自恋者可能会试图间接通过家人和朋友联系你，这就是为什么向家人和朋友吐露心声很重要。关于结束关系，向家人和朋友提起这事似乎很愚蠢，但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保护自己，远离自恋者。过度的爱的表达，爱的轰炸或过度的爱的表达，也可以被认为是种危险的回吸战术。与第一点类似，自恋的人或爱情轰炸者会为未来做出承诺和计划，还会用昂贵的礼物和爱的宣言来忽悠你。这种策略旨在安抚你回到这段关系中，但请注意，轰炸不会持续太久。内心的某些部分可能确信他们已经改变并且真的爱你，但还记得你们曾经是情侣或只是朋友时，他们把你的担忧放在心上了吗？过得不开心时，他们听你倾诉或安慰你了吗？可能没有吧。但无论如何回想一下，当从前的前恋人或朋友，当前男友或前女友不想要80岁并改变态度时，很容易重新回到恋情中。要记住他们以前的行为，并问问自己，我想要这个吗？我想回到这段恋情中吗？我疯了吗？你才是疯了的那个。这话听起来有没有点耳熟？一个回吸的人经常在试图赢回你的过程中煤气灯操纵你。对于那些不熟悉煤气灯操纵这个词的人来说，它指的是一种微妙的操纵，旨在质疑你的现实感。回吸你的人可能会反驳你的记忆，并把自己描绘成受害者，试图说服你应该受到恶劣的对待。如果对自己的现实感到怀疑，询问可能目睹了你受到对待的亲密朋友或家人，向自己信任的人吐露心声，看看他们怎么说。有另一种观点会有所帮助，但不要忘记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。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煤气灯操纵的内容，可以看看我们这支影片，被煤气灯操纵的几件事。但我需要你。不幸的是，制造突发危机也被认为是一种常见的回吸战术。危机可能是真实的，也可能只是浪费时间和注意力。最终，这些危机通过让你担心并感到内疚，操纵你回到恋情中。利用回吸的例子包括医疗或心理健康危机、朋友、宠物或家人的死亡，甚至自残和自杀的威胁。请记住，这些小伎俩是专门为让你担心，然后把你拉回来的。因为远离并拒绝会让人觉得残忍，但说不并不会让你变得自私，也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坏人。他们的幸福感不是你的责任，但如果确实觉得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，立即联系相关权力机关并说明情况。
如果不方便报警，可以考虑拨打自杀预防热线。一切都很好。根据有资质的婚姻和家庭治疗师尼克·阿尔茨的说法，假装一切都好，或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改变，是另一种常见的回吸行为。尽管已分手，施虐者可能仍然会向别人称你为他们的朋友或重要的另一半，可能会坚持不懈地给你发短信或打电话，希望你低头并回到他们身边，甚至可能会出现在你家或办公室，并且表现得好像你俩仍然很亲密。这可以理解为让人不知所措，甚至是可怕的。如果感到不安全，我们鼓励联系自己的朋友、家人，甚至可能是权力机构，并采取措施建立强大、有组织的支持系统。您完全有权感到安全，拥有强大的支持系统可以有助于感到安全。最后，不管施虐者告诉你什么，之后发生的一切都不是你的错。选择自己并确保自己的身心健康，并不是自私的。如果有小伙伴觉得自己可能是回吸的受害者，我们恳请您采取适当措施，确保自身安全，建立支持系统，让施虐者远离。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有用，请点赞并分享给那些可能也会从中受益的人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及时了解我们的影片更新。下支影片不见不散，保重，记住你很重要。